太子妃有多倒霉？第一次侍寝太子，大姨妈竟提前到来亵渎公主，害她被打入冷宫，成为弃妃。3年不曾得宠的她，悄悄将冷宫打造成鱼米之乡。本想在后宫当条咸鱼，但作为玄门弟子的她，占卜算卦，夜观天象，算得太子今日有血光之灾，早在必经之路前值。小主，您就算想要见太子殿下，也不能在这里守着，这不合规矩。万一惹恼了太子殿下，这可怎么办？我都已经入宫3年了，一次也没得到太子宠幸。我要是再不想办法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可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。切，别说坏人来了。此时有一行人正往这边走来，萧西西攥紧手中的护身符，默默在心里倒数3、2、1，数到最后一个数时，他猛地冲出去，可因为冲得太急，没把握好距离，一不小心冲得太远，整个人直直的朝太子扑了过去。太子反应极快，立即侧开身子，萧西西就以一个狗吃屎的姿势与太子擦肩而过。躲在花丛里的宝琴捂住眼睛，不忍再看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偷袭太子殿下？萧西西抬起头，双眼含泪，竭尽全力装其可怜。太子殿下，您不记得妾身了吗？妾身是萧西西，萧良娣啊。太子一脸懵逼，完全不记得自己后院有这么一个沙雕女人。萧西西起身，眼巴巴地哀求道：妾身知道太子殿下今日要陪皇上外出围猎，外面危险重重，妾身担心太子殿下的安危，特意求来这么一枚护身符，求您收下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。全皇宫的人都知道，太子殿下最讨厌神神怪怪的东西，萧良娣居然敢送太子护身符，他这是嫌命太长了吧？太子顿时眼神变得冰冷，让开！萧西西捧着护身符却不肯挪开。太子给长公公一个眼神，长公公会意，立即命令2个身强力壮的嬷嬷上前，打算将萧西西强行拖开。萧西西却在此时忽然扑上去，一把抱住太子的大长腿。殿下今日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求您把那枚护身符带上，它可保您免受血光之灾。活了18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女人。来人，把她拖走，关起来。2个嬷嬷费了好大劲才将萧西西拉开，即便如此，她仍在大喊：殿下一定要小心，有人要对您图谋不轨。今日要陪同父皇外出围猎，等回来再收拾这个装神弄鬼的女人。很快，萧西西半路拦截太子，装神弄鬼的消息传遍整个东宫。萧良娣这简直是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。纵观后宫后院数十位嫔妃，争宠的手段层出不穷，还没有哪个女人能像萧良娣这么狗胆包天的。被无数人议论的萧西西，此时正懒洋洋地瘫在贵妃椅里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听宝琴抱怨：小主，您失宠3年，终于幡然醒悟，愿意争宠，奴婢心里万分高兴。可争宠的方式有千万种，您为何偏偏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？您看看现在，惹得太子厌恶，咱们主仆2个以后可怎么办？我原本也没打算争宠。您要是不想争宠，眼巴巴地跑去抱太子殿下的大腿做什么？哼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太子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我去找他是为了救他一命。宝琴面无表情看着他，脸上飘过4个字：您看我信吗？萧西西起身将瓜子递给宝琴，吃点瓜子消消气，我今晚想吃火锅，要放很多辣子的那种。容奴婢提醒您一句，你得罪了太子殿下，您现在最应该想的是怎么获得太子殿下的原谅，而不是今晚该吃什么。萧西西可怜兮兮看着宝琴，今晚不能吃火锅吗？真的不能吃吗？奴婢去想想办法。唉，虽然主子是条咸鱼，可又怎么办呢？只能宠着呗。郊外围猎场，一支暗箭从树林中猛然飞出，直直地射向太子的胸膛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太子忽然感觉胸口一热，箭矢像是碰到一层无形的屏障，无力地跌落到地。还没等太子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情，10几个黑衣刺客从林中钻出，挥动刀剑朝他扑来。好在侍卫赶到，一阵刀光剑影过后，刺客都被斩杀。刚才这支箭射出来的时机掐算得极其精妙，差一点就被当差射杀，要不是那道无形的屏障挡了一下。想到这里，太子抬起手摸了下胸口，发现胸口的衣服里面藏了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竟是一枚烧漆黑的护身符。一瞬间，太子明白，肯定是萧西西趁着抱大腿时，悄悄把护身符塞进他衣服里的。但他无法理解的是，这枚护身符为什么会变黑？还有，萧良娣早就知道我会遇刺，若他是知情人，那他跟那些刺客又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他们是一伙的？可要是一伙的，萧良娣又为何要送护身符，还主动提醒我要小心有人暗算？因为太子差点遭遇不测，皇上无心再狩猎，今天的围猎提前结束。太子回到东宫，将自己的心腹叫到书房，商量了一个时辰。最后他们兵分2路，一路人马去悬崖下搜索马的尸体，查明马忽然发疯的原因；另一路人马去追查刺客的来历，看看他们到底是谁派来的。处理完政务，太子忽然想起早上抱住自己大腿的那个女人。唐公公，装神弄鬼的萧良娣在哪里？回殿下，她被关在冷香楼里。起身去冷香楼。长公公带着太子走进冷香楼，而眼前的景象让太子有点懵。只见萧西西主仆2人热火朝天围着火锅吃的正嗨，2人都没发现太子来了。
太子深吸了一口气，我差点葬身在围猎场，萧良娣竟吃得这么开心，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安危，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他。身后的长公公见此情形，连忙喊道：“太子殿下驾到！”萧西西主仆两人听到声音，吓了一跳，连忙放下手中碗筷，赶紧走上前跪拜行礼。拜见太子殿下。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，担心什么？你觉得呢？萧西西直觉这个问题里面藏着坑，强行将话题转移。殿下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要坐下来一块吃点儿？太子含面无情地看着萧西西，你哪来的锅子？萧西西挠了挠脸颊，眼神飘忽不定。那个啊，那是洗脸用的铜盘。你用脸盆煮火锅，还想邀请姑一起吃？萧西西连忙解释道：“这个脸盆洗得很干净，殿下可以放心吃，绝对不会吃坏肚子。”太子视线在旁边那些配菜上面转了一圈，发现菜色居然还挺丰盛。这些菜又是哪来的？萧西西小心翼翼地反问道：“可以不说吗？不可以。鸡和鱼是我们自己养的，鸡蛋每天都能捡好几个呢。莲藕和小青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。”此时太子开始怀疑人生。你们在东宫养鸡种菜？平时闲着无聊，就在陶然居后院养了鸡鸭，种了些菜。我的东宫绝不能沦为别人的养鸡场。来人，去把陶然居后院的鸡鸭菜地全给姑清理掉。萧西西如遭雷击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抱住了太子的大长腿。殿下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那些可怜的鸡鸭和菜地吧，他们还都只是孩子。我没有这样的孩子。那些鸡鸭菜地都是妾身一点点养大的，他们身上凝聚了妾身的无数心血，要是他们全没了，妾身以后还怎么活啊？殿下，求您看在妾身今天帮您挡了一劫的份上，放过那些小可爱吧。你怎么知道姑今日会有劫难？看来今晚必须要将太子心里的疑惑解开，否则以他多疑的性格，以后肯定没有好日子过。萧西西羞涩一笑，决定不再隐瞒，要将自己的来历和盘托出。实不相瞒，妾身因为命格原因，从小就被送去了玄门。妾身在玄门中长大，还拜了玄门门主玄机子为师。直到3年前，妾身才离开玄门来到东宫。玄门？原以为只是个传说，没想到还真碰上一个玄门中人，而且此人还是姑后院里的一个女人。不过姑凭什么信你？萧西西从怀里拿出一个金属小牌子，殿下，这是我们玄门中人的令牌。太子接过令牌，正面是一个古篆体的玄字，背面刻有萧西西的名字。鉴定完令牌真假，太子还是有些无法接受。面前这个抱着姑大腿的女人，居然是玄门中人。玄门选人都这么不拘一格的吗？你先放开姑。我后院里的那些鸡鸭鱼和菜地，暂时给你留着。萧西西立刻一跃而起，殿下您真是个大好人，妾身爱你哟，比心心。太子被萧西西突如其来的露骨表白弄得愣了下。像姑邀宠的女人有很多，还从没有哪个女人像萧良娣这般直白露骨的。女人家的说什么爱不爱的，让人听了会说你不知廉耻。萧西西放下手，乖乖认错。好吧，妾身以后不说就是了。太子将令牌还给萧西西，淡淡问道：“你既然是玄门中人，为何还要委身于我？不觉得太大材小用了吗？”不觉得啊，妾身能成为太子殿下的人，是妾身的荣幸。萧西西接二连三的彩虹屁，让太子难以招架。原本准备了很多试探的话，全都憋了回去。今日是姑误会你了，你随时都可以搬回陶然居。撂下这句话，太子和长公公迈着小碎步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等太子走远，萧西西飞快坐回火锅旁，又没心没肺的吃起来。太子回到书房，对长公公吩咐道：“今晚萧良娣的话，一个字也不准传出去。还有，明儿给萧良娣送些东西过去，算是对他的补偿。”奴才明白。第二天，长公公给萧西西送来一箱绫罗绸缎，还有一箱金银首饰。萧主子，这是太子殿下给您的赏赐，快谢恩吧。多谢太子殿下恩典。长公公，昨天那枚护身符应该已经坏了，这是我新做的护身符，麻烦您转交给太子殿下。萧主子放心，老奴一定把它转交到太子殿下手里。我现在跟太子同乘一条船，必须要保护好他的安全，只有他好好活着，我才能心安理得的继续做一条咸鱼。送走长公公，萧西西迈着小碎步来到菜园，看着满园的鸡鸭瓜果，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实在是太美好了，真希望能够永远都这么过下去。此时宝琴迈着小碎步来到萧西西身边，刚才白侧妃派人送来请柬，说是下午在翠明轩开茶话会，想邀请您去吃茶赏花。茶话会啊，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应该吧。那我要去。这次的茶话会很可能是场鸿门宴，您到时候要小心点，别着了他们的道。这东宫的女人没一个是简单的。晚上，萧西西来到翠明轩，带着宝琴坐到最末尾的位置，眼睛一下就被面前的瓜果茶点给吸引住了。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。作为组织者的白侧妃见萧西西盯着桌上的瓜果茶点，含笑道：“这些是我为各位姐妹准备的小吃，你们都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”听到此话，萧西西开心的吃了起来，同时由衷的赞道：“真好吃。”有什么是您觉得不好吃的呢？所谓的茶话会，不过是一众嫔妃借着这个由头，相互之间的炫耀和嘲弄。听完白妹妹昨天又病了，太子殿下没有去看看你吗？我只是有点不舒服，睡一觉便好了，哪里需要太子殿下亲自跑一趟？是呀，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忙得很，还能成天往后院跑，
不只是白姐姐，我们这些姐妹也已经好久都没见到太子殿下了。既然太子殿下忙得很，为何前天晚上他还有空去了一趟冷香楼？说完，李侧妃看了一眼萧西西，萧西西正在埋头吃东西，完全没有收到李侧妃的眼神消息。这个二傻子，萧妹妹，你在听我们说话吗？萧西西抬起头，茫然四顾。他们突然喊我干什么？难道是希望我也能加入这场谈话中吗？既然吃了人家的东西，总得帮忙暖暖场子嘛。刚才他们好像提到了太子殿下，还提到了日理万机。萧西西严肃问道：“李万机是谁？太子殿下为什么要13他？”我的大小姐啊，您瞧瞧您说的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整个翠明轩陷入了尴尬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太监的唱谋：“太子殿下驾到。”太子走进翠明轩，一众嫔妃如饥似渴地将他团团围住，就像是唐僧误入妖精洞，纷纷绞尽脑汁让太子今晚去他们那过夜。太子目光从众女人身上扫过，最后停留在萧西西身上。此时所有女人都在尽力争宠，只有萧西西一个人还在埋头吃东西。萧良娣，萧西西抬起头，嘴里还塞满食物，脸颊鼓鼓的，一脸疑惑问道：“殿下有何吩咐？”他现在的样子很像一只小松鼠，有点小可爱。明天是母后的寿辰，晚上会在凤栖园举办宴会，你到时候跟姑一块去参加。听到此话，一众妃嫔齐刷刷的扭头看向萧西西，原本近乎透明的萧西西，转眼就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。萧西西眨了眨眼，皇后的寿宴啊，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吧？去，不去不是人。好。宴会结束后，萧西西走出翠明轩，刚才的一众妃子浓浓的嫉妒之情，几乎快要将萧西西千刀万剐，齐刷刷的远离他。见此情形，萧西西不由得叹口气，招谁惹谁了？我就想当个咸鱼，没想到也这么难。次日，萧西西参加皇后寿宴，抢先喝下大皇子敬给太子的酒，不一会就吐血晕倒。萧良娣怎么样了？太医说抢救及时，萧良娣已无大碍，接下来只要好生静养一段时间便能痊愈。太子起身，决定还是去看望一下萧良娣。此刻陶然居呢，萧西西从昏迷中醒来。我昏迷多久了？1个晚上。我昏迷后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子亲自把您抱回了陶然居，晚上太医和奴婢一直守在这里，直到确定您已无大碍，太医才离开。萧西西四处看了一下，却没发现太子的身影，略显失望地询问：“太子人呢？”他把您放下后，跟太医说了几句便走了。宝琴说到这里，语气里不禁露出几分埋怨，她愤愤不平道：“昨晚您是喝了太子的酒才中毒的，您是代替太子遭了罪，可太子却走得那么干脆利落，连看都不多看您一眼，哼，太无情了。”听到宝琴的暴语，而萧西西却是淡淡一笑：“不怪太子，这是我自找的，我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，是我故意喝下去，跟太子没关系。”宝琴愣了一下，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敢置信的又问了遍：“您说什么？您早就知道酒里有毒？这怎么可能？”门外太子来到陶然居，为了不打搅萧西西休息，他不让常公公出声，两人悄悄地走进了陶然居。刚走到房门口，正好听到萧西西说的那句：“我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，是我故意喝下去，跟太子没关系。”太子停下脚步，伸长了脖子，偷偷听屋内主仆对话。卧房里面，萧西西正在跟宝琴解释：“昨晚寿宴上，我看到大皇子印堂发黑，乌云罩顶，摆明了就是一副倒霉相。尤其是当他把酒递给太子的时候，直觉告诉我那杯酒里可能有问题。我把酒抢过来闻了闻，果真闻出了毒药的气息。”宝琴满脸困惑：“奴婢怎么没看到大皇子头上有乌云？”那是因为你没开天眼，我因为命格特殊，刚生下来就开了天眼，这些东西我只要扫一眼就能看到。见宝琴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，萧西西继续解释道：“你想想看，如果太子昨晚真的喝下那杯毒酒，不管他死没死，一个毒杀太子的罪名都会落到大皇子头上，他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，这不就是要倒大霉吗？”此时宝琴才恍然大悟，乌云罩顶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哼，那也是他活该，谁让他要毒害太子的？萧西西摇摇头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大皇子就算再傻，也不可能当众毒杀太子，他又不是不想活了。您的意思是大皇子是被人陷害的？也许吧。您既然知道酒里有毒，为何还要喝下去？门外太子心里也有同样的困惑，他既然知道有毒，为何还要喝？我得保护他，我的体质很特殊，普通毒药伤不到我，可太子不一样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若他喝下那杯毒酒，就算不死也得去掉半条命。唉，您可以直接告诉太子酒里有毒。萧西西冷哼一声，太子不会信我。怎么会不相信您？您可是太子殿下的人，不会害他的。唉，你不懂，在皇宫里面，别说是枕边人，就算是父母兄弟，也能痛下杀手。太子殿下是所有皇子共同的敌人，他是众矢之的，不能相信任何人。宝琴无奈的叹口气，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麻烦，干嘛非要弄得这么复杂？这时萧西西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。什么声音？萧西西尴尬的笑了笑，可怜巴巴的说道：“是我的肚子在呼唤你，他想告诉你他了。”那好吧，奴婢这就去给你准备早膳。当宝琴走到门口，吓了一跳，慌忙下跪行礼：“奴婢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”太子尴尬的说道：“忙你的去吧。”宝琴贴着墙根赶紧溜走。卧房内，太子站在床边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萧西西。殿下为何如此看着妾身？
你刚才说你的体质很特殊，普通毒药伤不了你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萧西西摆摆手，神秘兮兮说道：“这是妾身的秘密，不能告诉别人。但如果殿下想知道的话，妾身可以悄悄地告诉您。您靠过来些，别让其他人听到了。”太子坐到床边，萧西西伸长脖子凑到太子耳边悄悄说道：“妾身小时候贪吃，不小心吃了有毒的蘑菇，师傅为了救妾身，用了以毒攻毒的法子，妾身的小命得以保住。”同时，身体对毒药的抗性也提高了很多，普通毒药根本伤不了妾身性命。由于此时两人身体离得很近，太子耳朵感受到萧西西说话时喷洒出来的温热气息，身体顿时感觉酥酥麻麻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感觉让人有点难以招架。陈公公这个人精，早已识趣的来到门外，跟小鸡玩了起来。屋内太子也学着萧西西的姿势，贴着他的耳边轻声道：“原来你从小就这么贪吃，就不怕哪天真把自己的小命给吃没了吗？”萧西西理直气壮回道：“人早晚都有一死，反正都是要死，妾身干嘛不吃饱了再死？好歹还能做个饱死鬼呢。”歪理。很快，宝琴端着早膳走进来，看到萧西西和太子挨得这么近，慌忙转身要走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你跑什么啊？是不是早膳做好了？快点端过来，我要和太子一块用膳。屋外常公公听到太子吃得开心，深感意外。平常太子都不吃早膳，今天居然破了例，这可是稀罕事。最近太子对这位萧良娣越来越关注，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，这位萧良娣怕是要受宠啊。屋内太子用完早膳，淡淡问道：“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还难受吗？”萧西西连忙捂着肚子，渐渐可怜巴巴，还是不太舒服，妾身可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。看到萧西西装的可怜，太子意味深长问道：“既然不舒服，为何刚才还吃了那么多？”妾身年纪小，还在长身体，所以要多吃点。太子下意识线打量着萧西西，发现太子看着不该看的，萧西西立马捂住胸口。太子看哪儿呢？你觉得你有什么值得姑看吗？萧西西觉得自己受到羞辱。现在是平了些，可我现在正在长身体，妾身会长大的。太子不要小瞧人。姑等着瞧。这时有个小太监急匆匆走了进来。太子殿下，皇上召您去议事殿。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晚上姑再来看你。萧西西顺势问了句：“晚上要等您用膳吗？”太子别有深意的看着萧西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随后太子带着常公公和小太监走到桃园居。屋内萧西西还在回想太子刚才的眼神，怎么感觉他那眼神怪怪的？小主，您终于知道邀宠了。萧西西满脸问号。邀什么宠？您刚才不是邀请太子在陶然居用晚膳吗？等用完了晚膳，太子肯定要歇在陶然居啊！我的老天爷，你终于可以侍寝了！萧西西顿时一惊，是什么寝？谁要侍寝啊？我还没长大。此刻萧西西忽然明白，原来太子临走前的眼神，以为我在邀宠，我就是随口这么一问，跟太子客气一下。谁知道他不仅答应了，还脑补了别的画面。瘫在床上的萧西西虚弱的发出控诉：“我昨晚中毒差点就死了，到现在都下不了地，你们居然就想让我侍寝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”这里是白侧妃御莲殿内，陈良缘跪在白侧妃身旁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白姐姐，听说昨晚寿宴上的事情吗？什么事？就是萧良娣中毒的事情。听说他当场吐血昏迷，差点就死了，后来又被太医给救了回来。他的命可真够硬的。”听陈良缘说完，白侧妃叹息一声：“小良娣真可怜，平白遭了这么大的罪。”陈良缘暗自冷哼一声：“这朵白莲花又在装模作样了。姐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我觉得这都是萧良娣自己造的孽，要不是她勾引太子带她去参加寿宴，她也不会中毒。姐姐，你不用同情她，毕竟是姐妹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去看望小良娣，无奈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这2天一直不太舒服。妹妹，你若有空，可否代替我去陶然居看望一下小良娣？”陈良缘暗自窃喜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最近正好闲着没事，去看看她也好。陈良缘走出御莲殿，边走边在心里盘算：本想攀附白侧妃，在东宫站稳脚跟，做到人上人，没想到这老女人就是一朵白莲花，故意伪装出柔弱的假象，事实上心思比谁都深沉。哼，既然指望不上她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。我看这只母鸡好像不太爱动，该不会是生病了吧？需要请兽医给她看看吗？不用，直接把它炖了吧，正好给我补补身子。宝琴愣了一下，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萧西西：“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您现在身体还比较虚弱，肠胃的消化能力有限，不能吃太油腻的食物。”哼，就算我不能吃鸡，但可以给太子吃啊。他今晚不是要来咱们这儿用膳吗？咱们杀只鸡好好招待下他，他要是觉得好吃……还未等萧西西说完，宝琴便抢先说道：“他要是觉得好吃，以后就会经常来我们陶然居。”萧西西摇摇头：“不，他要是觉得好吃，就会允许我们扩展基建，养更多的鸡鸭，那我以后每天都能吃到鸡了。”我真傻，我竟以为主子是在想办法争宠。虽然心情很绝望，宝琴还是拎着母鸡去了厨房。很快，鸡肉的香味飘散到卧房，勾得萧西西直吞口水。希望太子快点来，等他来了，就能蹭到一点鸡肉吃吃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他非但没能把太子盼来，反倒把陈良缘给盼来了。陈良缘吸了吸鼻子，问道：“萧姐姐，我好像闻到了鸡肉的味道，你们在炖鸡汤吗？”萧西西淡淡回道：“对啊。”你不是在养病吗？吃这么油腻的东西不太好吧？不是给我吃的，是给太子殿下准备的。陈良缘眼睛一亮，
太子殿下今天会来陶然居。萧西西点头回应，陈良缘暗自窃喜，看来这一趟果然来对了。等会见到太子，将这个香囊拿出来，太子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秘密，那我今夜岂不是要得宠了？想到这里，陈良缘打定主意，赖在陶然居不肯离开，甚至主动请缨。我在娘家的时候，也曾给爹娘炖过鸡汤，厨艺还算不错，不如让我去帮姐姐看看那鸡汤炖的怎么样了。听到陈良缘如此积极，萧西西冷哼一声，我只是懒，但并不傻。你的心思我还能不明白？你这么关心我的鸡汤，难不成你是馋了，想分一杯羹？此话一出，陈良缘顿时臊红了脸。姐姐说什么呢？我哪有那么馋，我就是想帮帮姐姐而已。姐姐要是嫌我烦，我现在走就是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陈良缘顿时傻眼。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，不应该是极力挽留表示礼貌吗？为什么这个小哒哒不按常理出牌？他的教养被狗吃了吗？没见到太子，我不可能现在就走，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姐姐怎么还当真了？见陈良缘这样执着，萧西西不禁内心惊叹。我这样撵她了都不肯走，这女人还真够执着的。既然她愿意等太子殿下，就让她等吧，我反正没精神陪着她。太医说我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充足的休息。说完，萧西西倒头便睡着了。陈良缘见状，心里越发恼。我一个大活人坐在这里，萧良娣居然自顾自的睡着了，这摆明了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太可恶了！等我得到太子的宠爱，看我怎么弄死你这个目中无人的小哒哒！等到半夜时分，太子却迟迟没有出现。陈良缘又累又饿，终于撑不住了，气急败坏的大喊道：“萧良娣！”萧西西被大喊声惊醒，惊讶的看着陈良缘。出什么事了？陈良缘气得浑身都在颤抖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你骗我说太子殿下今天会来陶然居，可他根本没来，你骗了我，难道就不该给我个交代吗？我没有骗你啊！哼，你还说没骗我？你要是没骗我，太子殿下为什么没有现身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傻？萧良娣，没想到你看起来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原来都是装出来的。你跟白侧妃一样，都是心机深沉的白莲花，装的比谁都无辜可怜，其实心思比谁都恶毒狠辣。你说谁恶毒狠辣？我说你恶毒狠。话还没说完，陈良缘就猛地回过神来。刚才问话的声音是太子。太子端坐在床上，萧西西和陈良缘连忙跪拜行礼。太子看着陈良缘质问道：“为何要骂人？”陈良缘不知如何解释，颤颤巍巍地回道：“刚才妾身是胡言乱语，妾身知错了，请殿下不要将那些话放在心上。”太子目光越过陈良缘，转头问到萧西西：“萧良娣，你来告诉我，陈良缘为何要骂你？”萧西西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太子听完后，用厌恶的目光看向陈良缘：“来人，把陈良缘送回雨露楼，停止所有俸禄，以后不准他再踏进陶然居一步。”陈良缘见状，立即掏出个香囊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殿下，您还记得妾身初次侍寝时，您对妾身说的话吗？您夸赞妾身名字好听，还送了一盆兰花。那盆兰花妾身现在还养着呢。妾身根据那盆兰花的样子做了这个香囊，香囊里面用的也是兰花花瓣。求您看在妾身对您痴心一片的份上，收下这个香囊。”站在一旁的长公公叹息道：“如此深情的告白，再配上陈良缘哭得梨花带雨的小模样，只要是个男人都得心软吧？可惜咱们这个太子殿下不是个正常的男人，他就是个抹得感情的大猪蹄子。”想起来了，你叫陈兰心吧？蕙质兰心，这名字的确不错，只可惜你配不上这个名字。听完太子的话，陈良缘浑身颤抖起来，随后被两个嬷嬷无情地拖出陶然居。萧西西将晚膳安排在院子里面，除了鸡汤，还安排了2个青菜。此时的萧西西早已经饿坏了，但她牢记自己小老婆的身份，等太子吃了第一口，她才开始动筷子。太子吃得细嚼慢咽，等他吃完第1碗饭，萧西西已经吃完3碗。身旁的宝琴怕萧西西在太子心中留下个饭桶的糟糕印象，小声提醒：“小主，您应该吃饱了吧？”萧西西抬头看着宝琴：“没有，我还能再吃1碗。”别的嫔妃在太子面前都恨不得假装自己是个只喝露水的小仙女，偏偏只有我家主子是个奇葩，吃了1碗又1碗，肚子里面就跟藏着无底洞似的。太子不爱吃鸡肉，对鸡汤的感官也是一般般，可今晚不知怎么的，他觉得这鸡汤味道很不错，竟接连喝了3碗。萧西西眼巴巴地看着太子问道：“殿下还要喝汤吗？”“好了，不喝了。”萧西西讨好地问道。“那别浪费了，你剩下的鸡汤能给妾身吗？”身旁的宝琴恨不得冲上去捂住萧西西的嘴。连吃4碗饭也就算了，居然连太子喝剩下的鸡汤都不放过，这是为了吃的彻底不要脸了吗？吃饱喝足，太子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摆出一副要久坐的架势。萧西西看到太子皱着眉头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太子殿下是不是遇到烦心事？”太子点点头。如果太子殿下信得过妾身，不妨将心里的烦恼说出来，妾身兴许可以帮到您。太子疑惑地看着萧西西，许久才开口：“你为什么要帮姑？先是送护身符，又是替姑喝下毒酒，扬言要保护姑。你对姑的好太莫名其妙了，不单单只是为了邀宠这么简单吧？”萧西西正要张嘴说话，就被太子率先打断：“别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姑，姑想听的是实话。”萧西西只能将到了嘴边的花言巧语咽了回去。实不相瞒，妾身在离开师门的时候接了一个师门任务。太子没有插嘴，安静
静的倾听。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个有缘人，辅助他登基称帝。你选择的有缘人是姑？萧西西点点头，他作为一条咸鱼，本着少一事就少一事的原则，实在是懒得去逐个挑选，干脆就选择了距离皇位最近的人，而太子自然就成了他的第一选择。得到答案的太子淡淡的问道：所以说，你从入宫选秀那天开始，就在谋划怎么接近姑？萧西西有些心虚，小声应道：太子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萧西西，原以为萧西西是个可以一眼就看穿的傻白甜，现在看来就是小瞧他了。说出真相的萧西西低垂着脑袋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媳妇，看着可怜巴巴的太子，良久才缓缓开口：你的师门任务有期限吗？萧西西摇摇头：没有。没有就好。父皇如今正值壮年，短时间姑不可能即位，你懂。萧西西点点头：此事急不得。太子摸了摸下巴，话锋一转：姑今日在追查毒酒一事。萧西西顺势问道：查出什么了吗？赵贤查出酒中无毒，是姑的酒杯被人涂了毒。姑让人将可能接触过酒杯的人全部找出来，挨个调查询问，最后查到一个叫昙花的宫女身上，在她的住处搜出一包毒药，正是你所中的那种毒。那就把昙花招来问问啊。姑让人去捉拿昙花，她就像是人间蒸发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殿下是否知道昙花的生辰八字？太子不解地看着萧西西：你想做什么？妾身可以掐算出昙花所在的位置，但需要知道昙花的生辰八字。太子有点意外，没想到玄门中人除了能趋吉避凶之外，还能掐会算。内侍局有所有宫女太监的详细资料。太子吩咐长公公来到内侍局翻查卷宗，很快就查出昙花的生辰八字。一张写有生辰八字的纸张放到萧西西面前，太子看着萧西西，想知道他是怎么掐算的。只见他看了一眼纸上的内容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不再动弹。片刻之后，萧西西睁开眼，脸色有点发白。在西南方位100丈的位置，周围全是水，不过人已经死了。太子凝视着萧西西：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要不要找个太医给你看看？不用，妾身刚才在掐算的时候，体会到了昙花临死前的感受，心里有些难受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萧西西每次掐算的时候，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情反应。看到萧西西如此的难受，太子心想，这种掐算之法还是少用为妙。你去睡吧，明日姑再来看你。太子离开陶然居，回到议事殿，立即叫来了赵贤，让他按照萧西西提供的方位前去寻找昙花。很快，赵贤在西南方位约莫100丈的枯井中找到了宫女昙花，并从昙花身上搜出一枚圆形玉坠。赵贤带着玉坠来到，掌管皇家钱财和各宫用品供应的少府。少府监看了好久道：这好像是长乐宫的东西。你确定？这的确是长乐宫的东西，但在去年被太后娘娘赏给了宁妃娘娘。说完，少府监还特意拿出相关的卷宗说道：你看，这里清楚的写着太后娘娘赏给宁妃娘娘。少府监还未说完，赵贤直接抢走卷宗，赶往议事殿。赵贤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禀报给太子，而太子脸上看不出任何神情变化，淡淡道：查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你辛苦了一夜，回去睡觉吧。秦皇后交房殿内，太子拿着玉坠站在一旁，宁妃娘娘跪在地上。秦皇后指着太子手中的玉坠问道：这是宁妃宫里的东西吧？宁妃抬头看了一眼太子手中的玉坠，身体不禁一颤，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从容自然。这是太后娘娘去年赏给臣妾的，最近整理东西的时候没见到她，妾身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弄丢了，正准备报给内务府让他们帮忙找找，没想到竟回落到皇后娘娘手里。秦皇后冷哼一声：这枚玉坠是在一个叫昙花的宫女身上找到的。宁妃想也不想便飞快说道：臣妾并不认识此人。本宫并不关心你是不是认识昙花，本宫只知道是昙花想要下毒谋害太子，而昙花身上又有你的玉坠。宁妃大惊失色：臣妾从未想过要下毒谋害太子，妾身是清白的。秦皇后冷笑一声：清白？在这后宫之中，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。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求皇后娘娘明察。宁妃不停地下跪磕头，秦皇后冷眼看着她：这枚玉坠是你谋害太子的物证，就算你不肯认罪，本宫今日也不能饶了你。来人，将宁妃拖到柴房，杖责3万。宁妃惊恐尖叫：皇后娘娘饶命！随后交房殿柴房里面就响起了宁妃的惨叫声。皇帝闻讯赶到交房殿，此时的宁妃已经被打成了肉饼。皇帝皱着眉头问道：宁妃犯了什么错？为何要杖责于她？秦皇后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宫女珍珠将那枚圆形玉坠呈到皇帝面前，皇帝不认识那个玉坠，但他知道皇后不会在这种一查就能知道真相的事情上骗他。皇帝沉声道：即便这个玉坠真是宁妃的，也不能证明就是她唆使昙花下毒谋害太子。真相还未查明，你就对宁妃动手，不怕落人话柄吗？秦皇后淡淡道：若陛下觉得臣妾的做法有失偏颇，大可以撤去臣妾的皇后之位，将臣妾打入冷宫。皇帝被气得浑身颤抖：你别以为朕不敢动你。秦皇后摊开双臂：臣妾就在这里，随时可以动手。皇帝被气得咬牙切齿：你给朕等着！说完，皇帝便气冲冲的拂袖离去。等皇帝走远，宫女珍珠小小意义劝道：皇后娘娘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您跟陛下是结发夫妻，只要您好好跟陛下把事情说清楚，陛下未必不会站在您这边。听完珍珠的话，秦皇后充满讥讽的一笑：结发夫妻？我和他之间从始至终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夫妻情分，以前没有，
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陶然居内，宝琴绘声绘色的给萧西西描述着宁妃被打的消息。听完宝琴的描述，萧西西起身感慨道：“所以说，还是做一条咸鱼好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争，只要舒舒服服的躺着在家混吃等死就行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太子迈着步子走了进来，他的忽然出现把萧西西和宝琴都吓了一跳，两人赶忙下跪行礼。宝琴暗叫不妙，这太子也真是的，每次来陶然居都是悄无声息的，而且每次刚好踩在关键时刻进来，再这样下去，以后都不敢跟主子瞎聊了。太子意味深长地看着萧西西问道：“你嫁进东宫就是为了混吃等死啊？”萧西西笑得很腼腆，妾身嫁进东宫，自然是因为仰慕太子殿下的英姿和才华，混吃等死只是顺势而为。对于萧西西的彩虹屁，太子置若罔闻，聊起100盘坐在石凳上，打量着萧西西，见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你看起来恢复的不错。萧西西立即轻咳2声，装作虚弱的样子。妾身只是看着还可以，其实还很虚弱，需要长时间的休养。太子现在已经看清楚萧西西的咸鱼本质，对她的表演视若无睹。既然身体已经好了，应该就能侍寝了。萧西西用天眼看出母亲大祸降临，好言提醒她却将女儿当成是灾星。接上集，殿下，您别开这种玩笑，太吓人了。让你侍寝而已，怎么就吓人了？萧西西想说自己还未成年，可这个时代女人15岁就开机了，而她已16岁，用这个借口推脱显然不可行。她苦着一张小脸道：“妾身怕疼。”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巧巧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萧西西知道今儿是躲不过去了，她干脆把心一横，给太子连磕了3个头，可怜巴巴的哀求道：“妾身之所以入宫，为的是帮助太子登基称帝，至于其他的，妾身不敢要，也不想要。”太子愣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。但凡姑给你的，你就算不想要也得要。太子起身走到萧西西面前：“你既然入了东宫，就是姑的女人，侍寝是迟早的事情，这么浅显的道理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”明白是一回事，但身体力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啊。萧西西低头抿着唇不说话，一脸的不情愿。太子伸手抬起了她的小脸：“想要得到，就必然要付出。你若想获得姑的信任，就得让姑看到你的诚意。若你连侍寝都做不到，姑又怎么相信你是真心为姑着想？姑希望你下次主动卸甲，坦诚相待。”萧西西无言以对，感觉太子这语气不像是相公对妾室说的话，更像是老师在教导学生该怎么做人。太子说完转身便要离开，刚走2步却又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萧西西：“姑把你中毒的事情告诉了你娘家众将军，将军府的人今天下午应该会进宫来看望你，这是对你替姑挡下毒酒的报酬。”下午，将军夫人薛氏带着嫡次女萧之兰来到陶然居。薛氏作为将军夫人，虽是4品诰命在身，可萧西西却是从3品，正好比她高出1级。薛氏和萧之兰站在距离萧西西很远的地方就屈膝行礼。萧西西想要过去扶薛氏，谁知薛氏赶紧拉着萧之兰往后退。躲在薛氏身后的萧之兰好奇地打量着萧西西，她曾无意中听下人议论过，说她有个嫡亲姐姐，可姐姐是个天煞孤星，命里带煞，只要是跟她亲近的人都会死于非命。于是姐姐刚一生下来就被送走了，以至于萧之兰从生下来就没见过萧西西。薛氏知道自己刚才的反应太大，连忙收拾好表情，礼貌而又客套地对萧西西说了一番关心的话。萧西西的目光在薛氏和萧之兰的身上停顿片刻，突然眉头皱了起来：“有劳爹娘操心，我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这几天娘和妹妹千万不要过桥，切记。”为何？不用问为什么，您只需要记住我的这句话就行了。薛氏碍于萧西西的身份地位，没再继续追问，只能倔强地点点头。萧西西料想薛氏应该没把自己的告诫放在心上，拿出2个护身符准备送给薛氏，可薛氏却拉萧之兰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脸上写满了抗拒。身旁的宝琴见状，接过萧西西手中的护身符，强硬地塞进薛氏手中。“夫人，这可是小主亲手做的，您好好拿着，千万别弄丢了。”薛氏拿着2个护身符，就跟拿着2个烫手山药似的，恨不得立马就把它们给扔了，勉强挤出个笑容：“多谢萧良帝赏赐。”接下来的气氛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萧西西明白自己的煞星命格，让薛氏对她望而却步，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。见到薛氏如坐针毡的样子，萧西西识趣地说道：“我累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替我向父亲问好。”薛氏听闻如蒙大赦，赶忙拉着萧之兰飞快往外走。走出陶然居的大门，薛氏迫不及待地将2个护身符扔掉。萧之兰见状，奶声奶气地问道：“那是姐姐给我们的护身符，母亲干嘛要扔掉？”薛氏严肃告诫道：“她不是你姐姐，她就是个煞星。要不是她，你哥哥就不会死。我们要是跟她走得近，我们也会被她给克死。以后不管她给你什么东西，你都不能碰，
记住了吗？萧之兰一脸懵懂道：“哥哥不是好好的吗？他没有死啊。”不是这个哥哥，你还有一个哥哥，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死了，就是被那个煞星给克死的。薛氏说完这话就后悔了，他不该跟萧之兰说这些事的，蹲下身子柔声安抚道：“你还小，很多事情你都不懂，等你以后长大了，你就能明白爹娘的苦心了。”御书房内，太子被皇帝狠狠训了一顿。你既然查出了下毒之人是谁，为何不先告诉朕？为何要先去告诉皇后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朕还比不上皇后可靠吗？见到皇帝如此动怒，太子吓得笔直跪在地上，慌忙解释道：“儿臣并没有这个意思。”你不是这个意思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朕希望你看清楚，朕之所以册立你为太子，不是因为你跟皇后关系亲近，而是因为你有能力、有手段，性格又很沉稳。你要是再跟皇后搅和在一起，这太子之位怕是要换人了。儿臣知错了。皇帝深知打一棍子给一个甜枣的道理，他让太子起誓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朕知道你是皇后抚养长大的，你对皇后怀着感恩之情，但皇后毕竟是个妇道人家，目光短浅，你不能被她的想法给误导了。你要记住，未来这天下江山都要由你接手，你绝不能被一个女人给左右了想法。朕还是很看好你的，你不要让朕失望。”心情沮丧的太子从御书房出来后，并没有回到东宫歇息，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萧西西的卧房，表情猥琐地看着他。此时的萧西西明白，看来太子今晚要在陶然居留宿了。昨天刚拒绝侍寝，现在要是再拒绝，可能就不是住冷宫，而是被赶出皇宫了。想明白的萧西西笔直地躺在床上，两只眼睛睁得溜圆，像是一条死不瞑目的咸鱼，委屈巴巴地说道：“殿下来吧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怜惜妾身，妾身皮糙肉厚扛得住。不就是疼一下嘛，就当是被狗咬了，回头多吃2碗饭，又是一条好汉。”柳絮姑娘有什么事着急见太子殿下？长公公，白侧妃病了。这位白侧妃病的真不是时候，此时太子正在气头上，老奴现在进去不是找挨骂吗？长公公虽然心里10万个不情愿，可碍于白侧妃是太子太傅的女儿，有这层关系在，她的地位远比其他妃嫔重要的多。长公公不敢怠慢，硬着头皮走进了书房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太子殿下，白侧妃病了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”他是病了，又不是死了，跑来找姑做什么？你去告诉他，想活的话就去请太医，想死的话就去买棺材，别什么事情都来烦姑。长公公被吓得脖子一缩，灰溜溜的跑了。换做平时，太子兴许会看在太傅的面上去看看白侧妃，可今早因为宁妃被打一事，与四皇子大吵一架，心情郁闷的他正窝火呢，白侧妃就撞到了枪口上。出门后，长公公将太子的话重述一遍。柳絮听完一惊，真不敢相信太子能说出这般无情的话。回到玉莲殿，柳絮看着白侧妃满怀期待的眼神，扑通跪倒在地，低下头自责地说道：“是奴婢没用，没能把太子请来，请娘娘责罚。”他没有来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心里有了萧良娣，不想再看到我了吗？说完，白侧妃顿时心口剧痛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柳絮见状大惊失色，吓得手忙脚乱地扑过去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来人，快去请太医。此时金凤殿内，李侧妃笑得神魂颠倒。以前白侧妃只要装病，就能哄得太子去看她，今天可算让她踢到铁板了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李侧妃笑着笑着，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，内心不禁泛起了涟漪。先是陈良缘，现在又是白侧妃，这东宫最讨厌的2个女人接连倒霉失宠，再就是萧良娣看着就傻乎乎的，如今她又正好得了宠，只要把她拉拢过来，这东宫后院便是我一人独大。要是运气好，兴许还能争到太子妃之位，成为太子妃，离着皇后的宝座就不远了。李侧妃越想越兴奋，赶紧招呼身旁侍女彩媛过来帮我梳妆打扮，等下要出门。娘娘，您要去哪里？萧西西得知太子心情糟糕，不仅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，还做了一桌美食为他解忧。正当2人准备好好享受的时候，李侧妃带着彩云走了进来，远远的就看到太子和萧西西打情骂俏，有说有笑，心里那股酸意止不住的涌上心头。感受到强烈危机的李侧妃忘记了此行的目的，突然改变主意，不能再放任太子和萧良娣这样发展下去，必须要想办法阻止他们。当他看到桌子上的菜时，突然有了主意。对于李侧妃的突然到访，萧西西感到莫名其妙，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起身行礼。李姐姐好。李侧妃无视萧西西的问候，反而指着桌上的菜质问道：“萧良娣，你就给太子殿下吃这些。这些菜怎么了嘛？”宫中有规矩，太子殿下每顿午膳至少要20道，其中12道热菜，4道凉菜，2道热汤，2道甜品。你再看看你这些菜，加起来才不过8道。请问凉菜和甜品去哪里了？太子殿下赏脸来你这里用膳，是你的荣幸，你怎么能如此怠慢？真是太过分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
说完，李侧妃用得意的目光看向萧西西，没想到萧西西没管他，羡慕嫉妒恨的扭头看向太子。殿下，你每顿午膳能吃20道菜啊？您这过的都是什么神仙日子啊？哼！李侧妃冷哼一声，你不要以为转移话题就能蒙混过关，这顿午膳你必须给太子殿下一个交代。听到这话，太子看到萧西西求救的表情，便抢先说道：“你要是嫌这里的饭菜不好，可以离开。”李侧妃的冷笑僵在脸上，随即红了眼眶，委屈巴巴的诉说：“殿下，妾身是在为您鸣不平，您怎么还这么说妾身？姑想吃什么是姑的自由，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。”听到这话，李侧妃再也扛不住了，眼泪如泉水般涌出，哭哭啼啼的解释：“殿下，是妾身错了，妾身没有要对您指手画脚的意思，妾身只是太在意您了，才会说那些话，求您不要跟妾身生气，好不好？”太子本想来陶然居安静的吃顿饭，此时看着李侧妃哭哭啼啼的样子，烦躁的心情又涌了上来，压着怒火说道：“既然你嫌这些菜太少了，那你现在就给姑把这些饭菜全吃了，一口都不准剩下。”李侧妃瞪大眼睛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同样，萧西西也是一脸不敢置信。这么多好吃的，居然让李侧妃一个人吃，太子太偏心了。他忍不住揪了揪太子衣服，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也想吃嘛。”看到萧西西可怜的样子，太子看向长公公：“常喜，去把姑的午膳搬到这来，让萧良娣一人享受。”萧西西立即破涕为笑，昨晚的事情真是值了，不仅独享了太子，现在又能独享他的午膳。反观李侧妃低着头迟迟未动，太子斥责道：“半个时辰内，你要是没吃完这些菜，你就等着挨罚吧。”见到太子步步紧逼，李侧妃别无他法，只能含泪一口口往嘴里塞食物。当他艰难地吃完5盘菜，扑通跪倒在地，泪眼汪汪地看向太子哀求道：“殿下，妾身实在是吃不下去了，妾身甘愿接受惩罚。”滚回你的金凤殿去，抄写法华经30遍，没抄完之前不准离开一步。听到是这样的惩罚，李侧妃身体不禁颤抖起来。法华经共有8卷，1卷100万字，要是抄上30遍的话，手岂不是都要抄断了？李侧妃虽然内心10万个不情愿，可太子金口玉言，她只能倔强的点点头。随后在彩云的搀扶下，哭哭啼啼的离开陶然居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太子主动提出要在陶然居午休。见到萧西西迟迟未上床侍寝，太子给他使了个眼神。不是刚吃完嘛，又要加餐，真的是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，怪不得这么大方的把午膳让我一人独享，在这里等着我呢。3日后，李侧妃的金凤殿内，不能让萧良娣继续得宠下去，这女人阴险得很，必须得尽快把她给踩下去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说过不准您离开金凤殿，您能怎么做？但他没说身边的宫女不能离开吧，更没说不准邀请其他人进入金凤殿吧。你赶紧去把赵美人叫来，就说我有事要找她商量。陶然居内，长公公前来传达太子口谕：“萧良娣，太子殿下今晚要来陶然居，请您提前备好晚膳。”听到是太子要来，萧西西开心的点头回应，接着低下头羞着脸询问道：“劳烦长公公，殿下用完晚膳能留宿陶然居吗？”长公公这个人精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。前几日还要死要活的不是钱，自从侍寝1次之后，这才几天不见又开始想啊，女人的心思是真难猜。很快赵美人来到金凤殿，李侧妃凭借3寸不烂之舌和金银首饰威逼利诱之下，赵美人最终没能坚持住底线，选择与李侧妃一起整治萧良娣。姐姐觉得我该怎么做？李侧妃凑到她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，赵美人听完后脸上浮现出犹豫之色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这是老天赐给你的机会，一定能行。续接上集，被囚禁后的李侧妃怀恨在心，准备借赵美人之手报复萧西西。当她说出天衣无缝的计划后，赵美人却犹豫了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你和太子母妃的这层特殊关系，简直是老天赐给你的良机，一定能行。听到李侧妃鼓励的话，赵美人语气变得决绝。姐姐，今晚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然而另一边正要大祸降临的萧西西，迟迟没有等到太子前来用膳，守着一桌美食酣酣入睡，急得身旁宝琴直跺脚。小主，都这个点了，太子还没出现，要不要去打探一下消息？听到这话，萧西西迷迷瞪瞪的点点头，得到回应的宝琴转头对小太监青松说道：“青松，你去打探下，看看太子殿下今晚还来不来用膳。”青松点点头，接着一溜烟的跑出陶然居。当他跑出没多远，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转身躲到了草丛里面，竟发现不远处的太子手捏赵美人的下巴，两人四目相对。你刚才唱的是什么？是妾身家乡的小调《晚舟看霞》。太子愣了一下，你的家乡在陈留郡？赵美人点点头。太子迟疑片刻，又问道：“孤竟不知道东宫里还有母妃的同乡？这么晚了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妾身进宫大半年了，心中很思念故乡亲人，却又不敢与别人诉说，只能悄悄跑来这里唱一唱家乡的小调，以慰思乡之苦。说完，赵美人眼含泪水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太子，
不知为何太子放下了捏着下巴的手，脸颊情不自禁地靠了过去。身后的长公公见此情形，提醒道：“太子殿下，这里是在外面，殿下若想一亲芳泽，也该回屋去比较妥当。”不料太子并没理睬长公公的提醒，长公公只能识趣地转过身。躲在暗处的青松见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叹口气：“完了，赵美人这是得手了，得赶紧回去禀报小主。”当青松回到陶然居，正好碰到站在门口张望的宝琴。打听到了吗？太子殿下在哪儿？什么时候能到陶然居？青松将所见所闻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。宝琴听完，眉头紧皱，暗叫不妙。这条路我天天走，从未碰见过赵美人，为何偏偏今晚太子要来陶然居，他就突然出现了？此事定有蹊跷。正像宝琴预料的一样，此时太子也心生疑惑。他出现的时间地点，还有唱的歌曲，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？更何况姑刚出生，母妃就死了，整个东宫知道他出身的人寥寥无几。瞬间，太子眼神变得冰冷起来。是谁让你来这里唱歌的？又是谁告诉你姑的母亲是陈留郡人？听到这话，赵美人表情变得慌张，身躯也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。殿下在说什么？妾身听不明白。姑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如果还不老实交代，姑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。赵美人也曾设想过事情败露后太子的反应，但唯独没想到会对他动杀心。慌了神的赵美人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是李侧妃，是李侧妃告诉妾身，殿下的母妃是陈留郡人，也是她让妾身来这里唱歌。她说这样能引起殿下的注意，妾身也想得到您的宠爱，就答应了她。”说完，赵美人抬起头望向太子，再次哀求道：“妾身都已如实交代，求您看在妾身痴心一片的份上，饶妾身一命。”听到是李侧妃在背后作妖，太子没有继续追责赵美人，压着怒火说道：“你是个没脑子的笨猪，赶紧从姑的眼前消失！”赵美人吓得屁股尿流，仓皇逃走。长公公万万没想到事情居然会是这么个发展，愣了一下，再次抬头，竟没发现太子的身影。殊不知此时的太子已来到金凤殿内，正在质问李侧妃：“你从何处得知姑的母妃乃陈留郡人？”李侧妃一惊，意识到事情已经暴露，不敢再撒谎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：“妾身曾在御花园碰见宁妃娘娘，是她跟妾身聊到了殿下母妃的事情。”当听到宁妃，太子冷哼了一声，压着心中的怒火问道：“姑之前让你抄的法华经抄完了吗？”妾身最近病了，暂时还没来得及抄写。那你就接着抄，抄不够100遍不准迈出金凤殿一步，还有其他人也不准来金凤殿见你。李侧妃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：100遍啊？殿下之前不是说只抄30遍吗？怎么转眼就翻了3倍？就得让你找点事情干，省得你以后再跟别人去嚼舌根子。姑的母妃岂是你们能议论的？这次只是抄经书就算了，再有下次，姑直接割了你的舌头。说完，太子就转身离开了。刚走出金凤殿，正好碰到急匆匆赶来的长公公。长公公看到太子脸色不好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殿下还去陶然居吗？”太子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不去了，明天让萧良娣来议事殿，姑有事要和他商量。”太子刚走出金凤殿，李侧妃就恨恨地骂道：“赵美人那个没用的废物，非但没有勾引到太子，还连带我被罚抄100遍法华经。等我写完这条，胳膊肯定也废了。到时太子只怕更看不上我了。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，得想办法自救。”说完，他就拿起笔写了一封信，交给彩云，并嘱咐道：“你现在帮我把这封信送去交房殿。皇后娘娘是我表姨，她看到信肯定会帮我的。”很快，彩云就来到交房殿，将信件交到秦皇后手中。李侧妃在信中说自己不慎得罪太子，导致太子对她心生厌烦，还责罚她抄写《法华经》100遍。她觉得实在是太委屈，恳求皇后表姨帮帮她。秦皇后看完信件后，眉头紧皱，内心思索起来。太子是我一手养大的，他的性格我知道，不是个喜欢跟女人斤斤计较的人。若不是李侧妃惹恼了他，他应该不会责罚李侧妃的。接着，秦皇后看向了跪在地上的彩云，说吧，李侧妃做了什么事情，惹得太子动怒？彩云支支吾吾地回道：“李侧妃其实也没做什么事，是太子心情不好才……本宫不想听这些瞎话，你若不能老实回答，本宫自会去寻其他人来回答。金凤殿那么多人，不至于连一点小事都问不出来。至于你欺瞒皇后，死罪一条。”听完秦皇后的话，彩云吓得浑身颤抖，不敢再隐瞒，哆哆嗦嗦地把事情经过和盘托出。听完彩云的话，秦皇后冷笑一声：“李侧妃猪脑子吗？她这是被宁妃当枪使了。既然这脑子只是个摆设，摘掉也无妨。”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彩云慌忙磕头哀求：“求皇后娘娘开恩饶了李侧妃吧。当初将李侧妃安排进东宫，本想通过她监控东宫后院的情况，没想到她居然如此愚钝，就为了对付一个小良娣，竟把太子都给算计了，活该她被罚。”此时秦皇后内心对李侧妃埋怨至极，可碍于亲戚的情面，
低头对彩云说道：“回去告诉李侧妃，让她去紫云庵静修1个月，好好的思过。”次日，萧西西抱着一碗老鸭汤来到议事殿，恰好碰到他的父亲中武将军，似乎有着急的事情求见太子殿下。你娘和你妹妹病得很重，我必须尽快把太医请回去。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进去？不行啊！他们可都是你的亲人，你宁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，也不愿意伸手帮他们吗？你的心肠怎么如此冷硬？就算是被父亲骂了，萧西西也没有气恼，一本正经地解释道：“不是我不想帮您，我和您一样才刚到这里，都还没有让人进去通报呢。万一他不肯见我，而我答应了您的请求，那我岂不是失信于您？”见到萧西西说的在情在理，中武将军无法反驳，知道自己刚才太冲动，说话没过脑子。可他是长辈，拉不下脸来跟女儿道歉，板着一张脸道：“太子若是不愿见你，那便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”这时常公公走了出来，看到萧良娣赶紧行礼：“萧良娣，您请进，太子在里面等着您呢。”萧西西走进议事殿后，常公公转身刚想走，中武将军赶紧叫住他：“公公，太子殿下有空见我了吗？”“哎呦，您看看我这脑子，差点把您给忘了。太子殿下还在忙，暂时没空见您。他让您先回去，有事改日再谈。”听到常公公的话，中武将军直接跪倒在地：“求你了，只要太子殿下能救我的夫人和女儿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此时的常公公陷入了为难，可碍于萧西西的面子，犹豫再三才道：“那您再等等，我进去再帮您求情。”另一边，萧西西刚进入议事殿，常公公就追了上来，犹犹豫豫地说道：“殿下，门外中武将军迟迟未离开，还一直……”还未等常公公说完，太子就打断了他：“你带着他去找太医吧。”得到回应的常公公点点头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此时太子望向萧西西说道：“你希望姑帮他吗？”萧西西点点头：“当然希望啊。”你不是不喜欢他们吗？为何还希望姑帮他们？你是打算以德报怨吗？妾身确实不怎么喜欢他们，可不希望他们早早的就丧命，那样太可惜了。撇开这些私情不谈，妾身的父亲在领兵打仗上还算小有才能，眼下他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殿下若能施恩于他，他将铭记于心，将来在您登基之时，他或可成为您的一个助力。听完萧西西的话，太子傻傻的看着他，良久才开口：“你看得还挺透彻。”被夸奖的萧西西变得害羞起来，连忙转移话题：“不知殿下召见妾身有何事？”“你不是算卦很准吗？能否帮忙算算，南方这4郡何时能下雨？”接着太子在地图上指了指：“就是这一片在闹旱灾。”只见萧西西闭上眼睛，摆好姿势开始感应。片刻后，他睁开眼睛：“若妾身没有算错的话，这4个郡直到今年年底都不会下雨。”听到这话，太子不由得叹了口气：“现在距离年底还有小半年，若一直不下雨的话，怕是南方的百姓今年要颗粒无收，到时候不知道又要饿死多少可怜人。”然而此时的萧西西盯着地图，手指在上面点来点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身旁的太子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直接问道：“你看出什么了？这4郡去年是不是发生过别的灾害？”“这4郡去年夏天接连下了1个月的大雨，河水上涨淹了很多农舍和农田，害得大量百姓流离失所，沦为难民。朝廷费了大量财力，才勉强让他们熬了过去。本以为今年应该能过个平安年，未曾想到又闹出旱灾。最近父皇和朝中大臣都在为此事而烦恼。”萧西西认真听完后说道：“妾身觉得这4郡的风水有问题，这才导致此地接连2年遭受灾害。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即便朝廷今年再次出钱赈灾，到了明年南方还是会出现别的灾害。”“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”“既然是风水有问题，那就改风水，在这条河流的中下游挖出一条支流，将河水引入景寿郡腹地。这里地势很低，是一片洼地，河水到了这里自然汇聚成一个湖泊，周围群山环绕，形成藏风卧水的宝地。只要这个地方的风水格局改变了，这个南方的风水都将随之发生改变。到时候殿下再亲自举办求雨仪式，不出3日，南方4郡必定大雨倾盆。”听完萧西西的分析，太子严肃地问道：“此事关乎南方无数百姓的性命，开不得玩笑。你确保这样真能有效？”萧西西也露出严肃的表情，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殿下请放心，妾身绝对不会在这种事上说一句假话。若殿下按照妾身说的去做了，仍旧求不来雨，妾身愿以死谢罪。”无论是挖掘河流，还是举办求雨仪式，都不是小事。要想得到父皇的准许，还得需要充足的证据才行。在萧西西离开之后，太子便走进藏书阁，开始翻阅南方4郡的卷宗。既然萧良娣说南方4郡的风水有问题，那说明4郡应该不只是这2年遭逢大难，以前兴许也出现过类似的灾祸。经过一番仔细查阅，太子还真找到了一些线索。5年前南方曾出现过蝗灾，受灾范围刚好也是那4个郡。再往前推2年，
仍是那4个郡闹出过鼠疫，病死不少人。看着密密麻麻的记载，太子眉头紧皱，似乎每隔几年，那4个郡就会遭受一次灾祸。由于之间隔了一段时间，又加上其他地方偶尔也会出现天灾人祸，所以并没有人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他之前从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，但萧良帝的那番提点，让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一些无法用常理说清楚的事物。次日早朝，太子说出挖掘支流救助南方4郡的方法后，引起了大臣的嘲笑和众位皇子的讥讽。可最终皇上应允了太子的提议，同时还将此事交由太子全权负责。结束早朝，太子召集众心腹来到议事殿，当众宣布了一个让大家都措手不及的事情：待宜将支流开凿完毕后，故将在支流旁边举办求雨仪式。太子说完，众人都是一惊。太子太傅首先开口：殿下，南方路途遥远，若在路上遇到什么意外，臣等想救援都鞭长莫及。求雨仪式并非儿戏，若仪式完成后仍旧不来雨，百姓可能会迁怒于殿下，请殿下三思而后行。无论臣子们如何恳求，太子依旧坚持己见，不愿改变主意。他们别无他法，只能将此事写入奏折呈给皇帝，希望由皇帝出面劝阻太子。御书房内，你为何会想到举办求雨仪式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求雨失败的话，你将面临怎样的后果？太子没有正面回答皇上的质问，而是说起了另外一件事：女人每吃一次烤鸭，就要杀掉上百只。只因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专业的烤鸭设备，只能用最原始的熏烤方式，以至于每次烤鸭的味道总是不尽人意。厨房里的萧西西正忙得焦头烂额，可就在这时，白侧妃气冲冲地找上了门来。听闻姐姐最近身子不适，怎么不在屋里好生静养，跑来找我有什么吩咐吗？吩咐不敢当，只是有个事情想请妹妹帮忙。萧西西瞪大眼睛，好奇地问道：什么事？妹妹可有听说太子准备南下求雨的消息？萧西西从起床到现在一直在厨房忙着烤鸭，至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是一点都不知道。白侧妃以为她是在装傻，意有所指地问道：妹妹这几天与太子殿下日日相伴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她怎么可能不提前跟你通通气？还是说你其实早就知道，只是不愿意跟我说嘛？萧西西听出她话里有话，真诚地解释道：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，姐姐有什么就请直说。白侧妃见她是真的不知道，心里莫名就舒坦了些。原来太子也不是什么话都跟萧良帝说，想必在太子的心里，萧良帝也没什么特别的。白侧妃将太子南下求雨的事情详细跟萧西西说了一遍，然后道：我听闻南方多毒虫蛇蚁，还有很多山匪出没，我担心太子去了那边会遇到危险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帮忙，劝一劝太子，别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。身体娇弱的白侧妃一下说了这么多话，小脸变得白了2分，低下头咳嗽了好几下。见状，萧西西真诚地劝道：太子去南方会不会遇到危险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必须得回去躺着才行。我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不是担心你啊，我是担心我自己，我怕被你传染。姐姐你总是咳嗽，莫非是肺结核？那病可是会传染的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身边的人着想啊。我建议你还是回屋去躺着吧，不要到处乱跑了，这是对你自己负责，也是对身边的人负责。面对萧西西诚挚的劝导，白侧妃气得忍不住又咳了起来。见状，萧西西迅速往后退，与他拉开距离。姐姐，你看看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别操心其他人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哼，你胡说，太医早就给我看过了，我这病压根就不传染。萧西西一听这话就放下心来，重新回到原来位置。那你早说嘛，刚才吓死我了。此时的白侧妃气得很想当场走人，但目的还未达成，她只能咬牙忍着。我倒是没想到萧妹妹是一个这么惜命的人。这世上有谁不惜命呢？是啊，谁都知道性命宝贵，可太子殿下还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，你作为太子的宠妃，难道就不该劝一劝太子吗？我什么时候成了太子的宠妃？对太子来说，我分明就只是个陪吃陪喝陪睡的工具人而已。太子最近日日留宿陶然居，足见太子有多么宠你，这事儿全东宫都知道，你就不必再装傻充愣了。萧西西见白侧妃如此笃定，也就懒得再去解释，无奈道：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说了这么多，结果到现在都没得到萧良帝一句正面回复，可见这女人果然很狡猾。白侧妃决定不给对方错开话题的机会，盯着萧西西的眼睛问道：太子的安全不仅关系你我的后半生，更是关系整个王朝的未来。我希望你能出面劝说太子改变主意，你应该不会拒绝吧？我拒绝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姐姐年纪不大，耳朵咋就不行了呢？我说我拒绝。白侧妃被他这完全不给面子的冷硬态度气得心口发烫，剧烈的喘息起来。身旁的柳絮赶紧扶住她。娘娘，您别生气。是啊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你闭嘴！我若气死谁如意？况且伤神又费力。此时白侧妃被气得脸色发白，气喘吁吁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昏过去似的。萧西西怕被碰瓷，往后挪了挪，与他拉开距离。
白侧妃喘了好久才稍微缓过来。我知道你嫉妒我位分比你高，你心里不平衡，故意要气我。没关系，我本就身体不好，就算真被你气死了也无所谓。可太子殿下乃千金之躯，他的性命何其宝贵，你难道就真能放心他去南方涉险吗？我放心啊。白侧妃又被狠狠噎了一下，睁大眼睛质问道：太子殿下如此宠爱你，你却丝毫不在意他的生死安危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此时萧西西一心惦记着厨房里的烤鸭，只想快点把面前这位娇弱的白侧妃送走，于是坦然承认：我没有良心，我不是人，我残忍冷酷无情，见死不救，我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太子的宠爱，我都这么不遗余力的自黑了，你该心满意足的走了吧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院子外面响起3声清脆的鸟叫。白侧妃听到鸟叫，突然两眼一翻昏，顿时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，不知所措。恰在此时，外面响起一声唱默：太子殿下驾到。宝琴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妙。太子怎么来的这么巧？白侧妃这是怎么了？求太子殿下救救白侧妃，是萧良娣把白侧妃气晕过去的，求殿下给白侧妃做主。太子转头看向萧西西，淡淡问道：你招惹白侧妃做什么？萧西西一脸无辜：妾身没招惹她。那她怎么在你这晕倒了？也许是她中午没吃饱吧。算了，当我什么都没问吧。很快太医就急匆匆，当他刚要诊治白侧妃就醒了过来，看到太子就挣扎着要爬起来行礼，太子赶紧制止了他：你既然病了就不用行礼了，安心在地下躺着吧。白侧妃愣了一下，非但没有得到太子的关心，还让他继续躺在冰冷的地面上。原来太子刚到陶然居门口就发现白侧妃府内小太监在门口鬼鬼祟祟，当他远远看到太子，立马就朝着院内学起了鸟叫。当进院看到躺在地上的白侧妃，太子立马就明白了过来，这一定是白侧妃安排的诡计。既然愿意装晕，就在地上躺着吧。很快，实在受不了的白侧妃起身跪在地上，委屈巴巴地说道：妾身听闻您即将南下的消息，想找萧良娣一起帮忙劝劝您。您那么宠爱他，想必他说的话您应该会听的。可谁知道他拒绝了妾身。听完白侧妃的话，太子转头看向萧西西：对于姑南下的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妾身觉得挺好的，您从小在深宫中长大，并未见过民间疾苦，若能出去走走看看，见识一下真正的百姓生活，这对您将来治理江山会很有帮助。你不担心姑的安全吗？妾身自然是担心的，但比起担心，妾身更相信您的判断。妾身对您说过，无论您做出什么决定，妾身都永远支持您。萧西西的话让太子豁然开朗，没想到在皇宫之中，并非所有人都不理解他，至少眼前这个女人坚定不移地支持他。萧西西见到太子心情好转，眼巴巴地问道：殿下，妾身可以去厨房看看烤鸭烤好了吗？去吧，但是不准偷吃。萧西西点点头，开心地飞奔厨房而去。而跪在地上的白侧妃费心费力演了这么一场苦情戏，结果太子对萧西西从头到尾别说是责罚，就连一句重话都没有。这算什么事啊？越想越气的白侧妃忍不住小声哭泣。太子见状冷眼看着他：赶紧起身回你的寝宫吧。妾身知道自己不该来找萧良娣，可妾身真的很担心您的安危。您若有个3长2短，让妾身可怎么活啊？你放心，姑要是死了，你们都得给姑殉葬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该怎么活。白侧妃愣了一愣，随即哭得更凶。即便给殿下殉葬，妾身也心甘情愿。妾身只是不愿看到您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，求求您不要去南方好不好？你似乎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侧妃，有什么资格来左右姑的决定？还是说你觉得你已经厉害到连姑都要对你言听计从？白侧妃吓得浑身颤抖，说不出话，连忙磕头认错。身旁的柳絮见状，立即替白侧妃解释：殿下误会了，白侧妃从未有过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，她只是太担心殿下的安危，才会想让您放弃南下的想法。柳絮说完，太子却径直看向了常公公。常喜，把他拖下去掌嘴。接着柳絮就被2个强壮的猛男放在墙角啪啪扇巴掌。太子又安排常公公将白侧妃送回玉莲殿，不准她再到处乱跑。随后飞快来到萧西西的厨房。这次南下，你陪姑一同前往。妾身也要南下，为何啊？求雨一事要用到你。萧西西本想说给太子写个求雨攻略，带着上路就行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陪他走这一趟吧，毕竟太子是我选中的人，万一他在路上遇到意外可怎么办？好吧，10日后启程，此时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妾身能把宝琴带去吗？不能，姑只打算带你一个人，到时候你还得乔装打扮一下。没有宝琴在身边，就没有人给我做好吃的了。早知道就不答应去南方了。今晚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就不在这里留宿了。离开陶然居，回到议事殿。常喜，按照萧良娣的身材，准备2套太监服饰，此事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常公公以为太子要跟萧良娣玩什么奇怪的情趣，不敢多问，快速应下。
奴才马上去准备。第二天，太子来到陶然居，以送萧良娣回娘家探亲的理由，将她带出陶然居。萧西西刚上马车，太子就指了指那个黑色的包袱，这里面有2身衣服，是专门给你准备的，南下时穿上它。萧西西打开那个黑色包袱，发现里面居然是2套太监衣服，他眨了眨眼睛。殿下想让妾身扮成太监，你的身份不适合跟着姑南下，得乔装打扮一下才行。妾身可以扮成侍卫，为什么非要扮成太监？因为你矮。萧西西感觉心口被插了一刀，只能默默地安慰自己。算了，太监就太监吧，就当做是玩了一把 cosplay。10日后，萧西西的马车停在了明德门附近。没过多久，护送太子的队伍便浩浩荡荡地从远处醒来。负责给萧西西赶马车的车夫是御林军中一名侍卫，他早就得到了太子殿下的吩咐，此时默默地赶着马车进入太子的车队之中。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官道一路南下，在天黑之前找到一家驿站停下歇息。萧良娣人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兴许是迷路了，奴才这就去寻他。记住，别让人知道他的身份。整个队伍里除了太子之外，就只有赵贤和常公公知道萧良娣的存在。常公公出门看到赵贤便询问起来：“那位小主呢？”赵贤抬手往外一指：“人应该还在车上，一直没见他下来。马车都停了好一回了，怎么萧良娣还不下车？他躲在车里干嘛呢？”常公公找到萧良娣的马车，压低声音唤道：“萧良娣！”见马车里面没有任何反应，常公公觉得奇怪，难道人不在里面？当他进入马车里面，发现身穿太监衣服的萧良娣正躺在马车里呼呼大睡，顿时就无语了，轻咳了2声，想把萧良娣惊醒，可根本没有影响到他的睡眠质量。无奈的常公公在马车里面跳了2下，吓得萧西西顿时睁开了眼睛。到了吗？早就到了，太子殿下都已经安顿好了，您赶紧跟奴才去见太子吧。来到太子房间，萧西西跪拜行礼：“奴才拜见太子殿下。”太子没有多说什么，站在太子身边的小郡王聂长平却多看了他2眼。这小太监生得还真俊俏，以前怎么没在东宫见过他？太子注意到聂长平的眼神，赶忙说道：“今天就先这样吧，你们赶了1天的路，也都累了，都退下吧。”太子少妇和太子少保走了出去，聂长平却还赖着不想走。你是自己走，还是姑让人赶你走？聂长平尴尬道：“我自己走。”聂长平灰溜溜的走后，太子便让萧西西起身。出门在外，你得给自己另外取个名字。萧西西愣了愣，奴才已经想好了名字，叫萧西。萧西，这个名字倒也可以。吃完晚膳，常公公带人来收拾碗筷，萧西西顺势打了个哈欠。殿下，奴才今晚睡哪儿？你跟姑一起睡。听到这话，身边的宫女全都一惊，看向萧西西的目光变得万分复杂。没想到这个小太监如此厉害，刚来就勾搭太子留他过夜。太子殿下居然还是个风俗不羁的主，跟平日里表现出来的高冷形象相差太远了。收拾完碗筷，太监们开始伺候太子沐浴。萧西西自觉地来到院子里，没想到碰见了聂长平。太子非假扮太监，只因长得太矮，第一次出门就被数十位官兵团团围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奴才名叫萧西，刚被调到东宫不久，平常不常露面，小郡王没见过奴才也很正常。聂长平将头凑过去，盯着他的脸。你这小模样长得还挺别致的。聂长平似乎觉得只是看看还不够，还想伸手摸一把，结果手还没伸出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常公公的声音：“萧西，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跑这儿来了？太子殿下正到处找你呢，赶紧跟我去见太子。”萧西西趁机赶紧溜走，失望的聂长平盯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竟生出来一丝丝恶趣味。第2日，大部队继续南下，萧西西刚想上马车，就被聂长平给拦住。萧西，你要不要跟我坐一辆马车？我一个人坐一辆车还怪无聊的，你陪我聊聊天。奴才是太子殿下的人，奴才只为太子殿下一人服务，只是陪我聊聊天而已。奴才只陪太子殿下一个人聊天。萧西西越是拒绝，聂长平就越是对他感兴趣，拦着萧西西始终不让他上马车。然而不知何时，太子出现在了聂长平身后。你既然觉得坐马车太无聊，那姑就把你的马车没收了。你要是把马车收走了，我怎么去南方啊？你可以骑马，也可以走路。最后在走路和骑马之间，聂长平委委屈屈地选择了骑马。车队接连走了1个月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欢迎，而太子所能看到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提前清理干净。对此，太子颇为不满。所以当车队到达宜江县城时，太子拒绝了县令的宴请，住进了当地的驿馆，同时召集了众位大臣，打算更改计划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我们应该沿着宜江一路南下，姑打算放弃车马，乘船南下，这样速度更快些。可咱们人数太多，一时之间无法凑齐这么多的船只啊。所以姑准备兵分2路，你们乘坐马车继续沿着宜江往南走，姑乔装打扮，悄悄乘船南下，等到了景寿郡，咱们再会合。众人大惊失色，齐声叫道：“万万不可！”太子显然对他们这个反应早有预料，
也不多做解释，就这么安静的听太子少府和太子少保轮番对他进行劝阻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老话，坚持不让他单独行动。小郡王聂长平却站在了太子这边，一方面他觉得跟着大队伍走太无趣了，还是单独行动来的有意思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再骑马了，已经骑了整整1个月了，大腿内侧和屁股都磨出血了，实在疼得要命。双方展开了一番唇枪舌战，谁都不肯退让，直到双方都吵得口干舌燥时，太子才再度开口：既然你们不愿意，那便算了。众人都很意外，他们还以为太子会据理力争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就妥协了。太子少府和太子少保生怕太子反悔，赶忙道：太子殿下能想通自然最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殿下好生休息，臣等告退。说完他们便飞快地溜走。小郡王聂长平迟迟不肯走，愤愤不平道：太子殿下，您怎么就妥协了呢？您可是太子，您说的话他们就算不愿意也必须得听从。故就算强迫他们低头妥协，他们心里终究还是不服气，只有让他们亲眼见识到分头行动的必要性，他们才会心服口服。难道殿下有什么别的打算吗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聂长平还想再问，可太子却无意再说，直接让长公公送客。小郡王，请吧。聂长平无可奈何，失望地走了出去。等人都走后，太子这才稍微放松了些。萧息，给姑倒杯茶。见他没有反应，太子扭头看去，默不作声地注视着他。萧西西仍旧没有任何反应。萧息，用膳了。面前的小太监像是被人按下了开关，瞬间清醒了过来。终于用晚膳了吗？今晚吃什么呀？太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你刚才是在打瞌睡吗？萧西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你们一直都在商量事情，我站着太无聊了，一时没能忍住，就不小心睡着了。站着都能睡着，你真是好本事啊！萧西西脸红地低下了头。此时长公公走了进来，恭敬地问道：殿下，现在传膳吗？用完晚膳，两人刚准备睡觉，忽然听到了一点不寻常的动静，两人同时看向了门口的方向。萧西西转身朝着门口走去，太子却叫住了他：别动！萧西西不解地看向太子，明知外面有动静还不出去看看，是等着被人打上门来吗？反观太子一脸的平静，仿佛对此早就有所预料，低声道：让他们进来，我们才好抓个正着。萧西西恍然大悟，这是要请君入瓮啊！此时有一把刀从门缝伸了进来，正在一点点拨弄门栓，吓得萧西西回到床边，钻进了被窝。太子低声嘱咐道：等下要是打了起来了，你就躲远点，别被误伤了。萧西西点点头，伴随咔嗒一声轻微的声响，门栓被拨开了，房门被人从外面悄无声息地推开，陆续有4个黑衣人溜了进来。当他们走到床榻边，准备对太子动手，原本闭眼的太子忽然睁开眼睛，抽出藏在枕头下方的刀，跟刺客们打了起来。紧接着，赵贤带着数十名侍卫赶了过来，显然是早就埋伏在附近的，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。转眼之间，4个刺客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。很快，聂长平、太子少府、太子少保、长公公等人闻讯赶过来，看到太子安然无恙，悬着的心也都放了下来。然而此时躲在被窝里面的萧西西把头伸了出来，长公公和赵贤知道萧西西的身份，对此见怪不怪。太子少府和太子少保则用凶狠的眼光看向萧西西，萧西西被他们那凶狠的眼神瞪得缩了缩脖子，心里感觉莫名其妙。刺客又不是我派来的，为何要这么瞪着我？此时小郡王聂长平恍然大悟，太子殿下，没想到您还好这一口，您早说嘛！如果早知道萧息是您的人，我肯定不敢逗他玩。你再说一句废话试试。聂长平想起来这1个月遭受的非人折磨，立刻认错，不敢再乱说话。太子将遇刺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太子少府和太子少保屈膝下跪，齐声认错。是臣等无能，没有保护好太子殿下，才让太子殿下遭到刺客袭击，臣等甘愿受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赵贤，你先把这4个刺客带下去审问，务必要从他们口中撬出幕后主使是谁。赵贤点头应下，将4个刺客拖了出去。太子又对聂长平吩咐道：你带人去把整个客栈从里到外查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。诺。太子最后看向地上跪着的太子少府和太子少保，起来说话吧。2位觉得今晚姑遇刺之事应该是何人所为？两人犹犹豫豫，其实他们心里是有猜测的，可没有证据，不敢乱说，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太子见他们不说话，并没有生气，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。朝廷里、皇宫里，乃至民间都有不少人想要姑的性命。姑这个身份太明显了，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一个活靶子，所以姑才想要兵分2路，为的是声东击西。你们带着大部队沿着宜江继续南下，吸引别人的注意力，让别人以为姑仍旧按照预定计划前进，而姑则乔装打扮，悄悄乘船南下，如此方能避免再出现今晚的情况。倘若您单独行动的时候遭遇不测了呢？太子笑了下，知道姑单独行动的人就只有那么几个，倘若姑的行动暴露了，问题必然出现在那几个人之中，到时候挨个查一遍，就不信查不出是哪个人背叛了姑。太子少府和太子少保心头一惊，他们都不傻，太子能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们，就意味着他们也在少数几个知情人之中。一旦将来太子单独行动时再次遇刺，他们2个也要接受盘查。
倘若查出他们有什么不对劲的，那他们可就完了。两人都不敢再说话，变得紧张起来。二位可还有异议？臣等听从太子殿下的安排。太子满意的点点头。如此便按照姑之前说的去办吧。两人急匆匆的离开。由于刚经历过行刺之事，太子无心睡眠，坐在床边等着审查结果。当回头看向萧西西，却见这女人已经缩在被窝里睡着了。他的心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才刚从生死边缘脱险，转眼他就呼呼大睡，一点都不知道害怕。看着呼呼大睡的萧西西，太子伸手朝着他脸蛋打了一巴掌。别的太监都在干活，而眼前的小太监却在龙床上面呼呼大睡。不仅太监总管看到这一幕，选择默不作声，就连太子也只敢轻轻的捏了捏他脸蛋。殿下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能算出今晚指使刺客杀姑的是谁吗？萧西西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的道：我刚才看到那4个刺客的面相了，大概推算出他们应该是大皇子养的死士。大皇子确实养了一批死士，因为他出手阔绰，对手底下的人非常大方，愿意给他当死士的人还挺多。若真是死士的话，那只怕一时半会儿是问不出什么东西的。事实的确如太子所预料的那般，赵贤审了整整1个晚上，什么办法都用过了，还是没能从4个刺客的嘴里问出点什么。聂长平将整个驿站从里到外翻了好几遍，没能再找到刺客的同伙。驿站里的官吏们呢？全都已经关押起来了。昨晚连夜把他们审了一遍，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此时太子忽然想起昨晚萧西西的话，对赵贤和聂长平吩咐道：你们拿大皇子去炸一下他们。两人俱是一愣，聂长平试探性的问道：殿下的意思是刺杀您的是乃大皇子所为？太子没有过多解释，摆摆手示意两人去忙自己的。聂长平和赵贤领命离开后，太子少傅和太子少保给太子送来了衣服干粮以及引路文书，便很快离开了。因为刺客的事情，他们不得不在这里多住一天。由于今天不用赶路，萧西西窝在被窝里一直未起床。宫女和太监们见状，小声嘀咕起来：萧西这也太得宠了，不仅能跟太子同吃同住，还能当着太子的面前睡懒觉，真的一点都没把自己当奴才看。下午，聂长平和赵贤都带来了好消息：我用大皇子的名号炸了那些官吏们一下，那个名叫陈顺的义臣顿时就变了脸色，被我一番威逼利诱，逼得他吐露了实情。原来他的兄长在大皇子手底下做事，他是受了兄长的指使，帮忙将那4个刺客藏在驿站之中。也正因为有义臣的掩护，他们昨天在住进驿站的时候，才没有看出端倪来。这是他的口供。太子接过口供，看向了赵贤：赵贤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特意将那4个刺客分开审问，挨个的炸了一遍，其中3个都没什么太大反应。只有1个人在听我提及大皇子时，表露出了强烈的怀疑，我便谎称其他3个已经招供，否则我也不会知道大皇子的事。结果他信以为真，一下子就全招了，这是他的口供。太子看着面前的2份口供，人证物证齐全，真凶就是大皇子无疑。聂长平愤愤道：大皇子派人刺杀太子殿下，这是死罪，必不能轻饶了他。听到聂长平的话，太子并没有太大反应，平静地说道：找个隐蔽的地方，把4个刺客关起来，派专人看守，不要让他们跑了，也不要让他们死了。至于那个义成，给他1杯毒酒，让他自己了断吧。由于还得继续南下，不能在这里耽误太多时间，又不能把人证物证送回刑部处理。如今太子人不在圣经，无法及时掌握圣经里的情况，万一有人从中作梗，他的这些人证物证很可能会付之一炬。太子只能暂且把这个案子压下去，等解决了求雨之事后，再亲自带着人证物证回圣经，当面跟大哥好好聊一聊。打发走2人后，太子起身绕过屏风，来到萧西西身边坐下。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萧西西点点头。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有人想看你和大皇子争得两败俱伤。你觉得是何人想看我们两败俱伤？很多人。这个答案让太子陷入了沉默。确实有很多人都希望他死，其中不乏他的至亲。这个太子之位将他捧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，同时也夺走了他许多宝贵的东西。太子在沉默片刻后，冷不丁地问了句：你是不是觉得姑很可怜？萧西西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您可是每顿饭能享用20道菜的人，若您这样的都觉得可怜，那我这种一顿只能吃3个菜的人岂不是没脸活下去了？姑现在一顿也就是5菜1汤，等您回到皇宫不还是20道菜吗？那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姑不能改。也没人让您改的，是您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。要是换成我，每顿饭能吃20道菜，肯定高兴到飞起。这可是有代价的。这世上有什么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？您就算出门买个菜还得出钱，就看您自己觉得值不值。太子想了下现在自己的处境，低声道：姑也不知道值不值，姑也没有去想过这些，反正姑没有选择权。20道菜都已经摆到您面前了，您怎么可能没有选择权？您只要一句话，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？郭叔他。太子叹了口气，我真是脑子糊涂了，居然跟一个吃货聊这些有的没的，完全就是在鸡同鸭讲。很快赵贤特意寻了个隐蔽的场所，将那4个刺客藏了起来，并派了重兵严加看守。另一边聂长平这边更加简单，1杯毒酒送过去，一城当场饮恨西北，
安排好一切后，第3日清晨，车队重整旗鼓，沿着宜江继续南下。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区别。太子的车架也还在，但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，车里坐着的根本不是太子，而是一个跟身材体型跟太子相似的替身。真正的太子已经乔装打扮成富家少爷，带着萧西西、聂长平等人登上了南下的商船。10天后，商船在靠近景寿郡的新安渡口靠岸，太子一行人再次下船，坐上马车，沿着官道进入景寿郡。按照约定，他们要在景寿郡内的甘谷县会面。甘谷县位于景寿郡的腹地，待支流开凿成功后，河水沿着支流往下，将在甘谷县内的低洼地带汇聚成湖泊。待湖泊形成后，他们将会在湖边举行求雨仪式。太子坐在马车内，看到路边的庄稼全部旱死，土壤干开裂，有几个农民蹲在田地抱头痛哭。他们越是深入景寿郡，见到的情况就越糟糕，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难民，卖儿卖女，打砸抢劫，啃树皮吃观音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怕是连人都敢吃。太子再也无心看书，让马夫快马加鞭地赶往甘谷县。马车沿着官道行驶了10天，终于到达了甘谷县的城门。此时的城门紧闭，城墙上方探出个衙役的脑袋，冲下方喊道：“你们是干嘛的？”“我们是从北边过来的，途经此地，想要借宿一晚。这是我们的引路文书。”片刻后，衙役从城门走出。聂长平以为他要看一路文书，便将文书递了过去，谁知衙役却将文书推开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给我这个干什么？我要的是进城费，每个人10两银子，赶紧拿钱。”聂长平一惊，他们这一路走来，经过不少县城，各处的进城费一般都是几文钱，怎么到了甘谷县就要10两银子？这年头2两银子就足够一家3口吃喝大半年了。这衙一张嘴便要10两银子，这根本就是在讹人。聂长平不知道这钱该不该给，只能回头看向太子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封锁城门？还不是旱情给闹的，好多灾民涌进城里乞讨，闹出好几件打砸抢劫的事，弄得城中人心惶惶的。再加上太子要来咱们甘谷县，杨县令怕太多灾民聚集在城里不好看，便让人把灾民全都赶出了城，把城门给锁上了。听到太子2个字，太子便走上前问道：“你们都知道太子要来了？”“可不是嘛，杨县令早就得到消息，太子要来这里住几天。为了讨好太子，他到处搜罗珍馐美食，还让人在城中修建行宫。城里不少汉子都被抓去当苦力，弄得百姓怨声载道的。”虽然伙计嘴上没有明说，但从他那神态能看得出来，他应该对那位即将到来的太子感到不满。行宫建在何处？就在城东那边，你们出门左拐，笔直往前走就能看到。太子一行人离开客栈，按照伙计说的方向走去，很快便看到了行宫。虽然行宫只是初具邹形，但是规模出于意料的大，几乎占据了甘谷县1/4的面积。无数百姓正在挥汗如雨的搬运石块，周围有很多衙役在巡逻，既要监视百姓们干活，又要防止闲杂人等靠近行宫。太子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座规模宏大的行宫，陷入了沉思。若没有隐藏身份，悄悄来到甘谷县，怕是永远都不知道底下人干的这些混账事。太子让聂长平想办法查一查杨县令，唯恐天下不乱的聂长平立即点头应了下来，而太子则带着萧西西返回了客栈。这帮畜生打着姑的幌子，大肆敛财，强行征召壮丁，惹得民怨四起，百姓们还以为姑就是个不知民间疾苦、吃喝玩乐的昏君。等着瞧吧，姑的名声很快就会被这帮畜生给败光。萧西西安慰道：“殿下别担心，凡事要往好的方面想，也许您的名声早就被人给败光了。”太子愣了一下，用凶狠的眼神瞪着萧西西。知道说错话的萧西西连忙下跪磕头认错。然而太子并没有理睬萧西西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真是伴君如伴虎，早知道就不跟着他出来了。下午，聂长平带着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来到太子房间。小女孩头发散乱，脸上还有个鲜红的巴掌印，衣领也被扯开了些，眼中含着泪水，一副可怜相。萧西西看了看小女孩，又看了看聂长平，神情变得万分复杂。小郡王，您就算再怎么饥渴，也不能对这么一个小女孩下手啊！人家才多大啊！聂长平立刻羞红了脸。你怎么凭空诬陷人呢？我是个正人君子。经过聂长平的一番解释，萧西西和太子总算弄明白了小女孩的来历。这姑娘叫杏儿，是甘谷县一个小山村的人。自从景寿郡闹起了旱灾，村里很多人都开始往外跑。杏儿跟着爷爷来到县城投奔表亲，谁知那表亲竟是个披着人皮的狼，趁着爷爷生病的时候，将杏儿打晕卖到了县衙里。聂长平去县衙附近打听杨县令的事情，碰巧见到这杏儿从县衙后门跑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串凶神恶煞的衙役。他见杏可怜，一时兴起，就顺手救了她。杏儿跪在地上，先是给聂长平磕了个头，然后又给太子和萧西西磕头，随后哽咽道：“谢谢几位恩人救了我。我现在没什么能报答你们的，等我给爷爷送终后，我就来给几位恩人当牛做马。”萧西西蹲下身，看着杏脸说道：“你若想看你爷爷的话，就快点去吧，完了可能就看不到了。”杏儿睁大眼睛，不敢置信：“怎么会？我看你的面相，今日会有至亲此事。”杏儿再也不敢耽误，飞快地跑了出去。萧西西看向太子：“殿下，派个人跟着他吧，别让他再被抓去卖了。”孝南，你跟着杏儿。名叫萧南的侍卫应声而出，快步追了出去。聂长平打量着萧西西，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你难道还会相面？略懂皮毛。那你给我看看，我今晚会吃什么？”自然是玉米饼子配熏肉。
聂长平哈哈一笑，你说错了，我最讨厌玉米饼子了，今晚我肯定不吃这个。若我说对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只是假设而已。假设我说对了，今晚你的熏肉全部归我，怎么样？聂长平毫不犹豫地同意。行，就拿熏肉打赌，要是你说对了，我的熏肉归你；要是你说错了，你的熏肉就归我。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恰在这时，伙计敲了敲门，他站在门口询问：各位客官，请问你们今晚是在客栈用饭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这就让厨房开火做饭。在这里吃饭，只要别给我们上玉米饼子，其他的都行。伙计为难地说道。可咱们店里的主食只有玉米饼子。聂长平愣在原地，不敢置信。你们这么大一个店，怎么可能只有玉米饼子、米饭、面条呢？实在没有包子、馒头也行啊。咱们整个干谷县粮食短缺，现在除了县衙粮仓以外，哪还能找到米面啊？就咱们店里那点玉米面和熏肉，还是去年的存货，吃一点少一点，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天。伙计很快把饭菜端上来，笑嘻嘻毫不犹豫地将聂长平的熏肉给端走。小郡王，你输了，这些熏肉全都是我的了。这么多肉你吃不完的，我帮你分担一下。不用，这顿吃不完下顿吃，反正熏肉可以放很久。聂长平还想让伙计再拿一盘熏肉上来，笑嘻嘻提醒道：按照我们的赌约，是您今晚所有的熏肉都归我，无论你要几盘，最后都归我，您一片肉都吃不到。反应过来的聂长平愤愤道：就你这本事，当个小太监真是屈才了。次日早上，萧楠带着杏回到客栈，杏的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。昨天他回到表叔家里，表叔和表婶看到杏很是诧异，怀疑杏是逃出来的，害怕杏会给自家惹来麻烦，打算把他绑起来送回县衙。幸好萧楠及时出手，将表叔和表婶打晕，关进了柴房。等杏见到爷爷的时候，爷爷已经断气了。无奈杏身无分文，只能再次来到客栈求助太子。我爷爷病死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求你们买下我吧，购买棺材的钱就行。你有什么特长吗？我会缝补衣服，会做家务，还会种地养鸡。你会种地养鸡啊？爷爷年龄大，腿脚不方便，家里的菜地和鸡都是我负责。我以前还养过猪和鸭子，我什么都会，就算现在不会，我也可以学，我学东西很快的。杏生怕对方不要自己，竭尽全力的推销自己。萧西西听到他会养猪的时候，两只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立即掏出2两银子，这钱给你了，你以后就归我了。杏接过钱，重重的给他磕了个头。谢谢小少爷，我这就去买棺材，等安葬好了爷爷，我就回来找您。杏走后，聂长平急匆匆的走了进来。殿下，我今天出门听说了一件怪事，城里最近丢了很多小孩，孩子的父母去县衙报官，可衙役们却说他们要忙着准备接待太子的事宜，没空管这些小事，把那些报官的人全给打了出来。最近城门封锁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要是孩子丢了，肯定还在城里，只要搜一搜就能找到孩子，为何县衙不肯管这事？我也觉得这事有蹊跷，所以才来跟殿下说说这事，想问您要不要查一查？一定要查。还有我昨天让你去查杨县令的事情，有结果了吗？杨县令全名杨开光，10年前调到甘谷县来的，听百姓们说，刚来那2年还算得上好官，时间一长就露出了狐狸尾巴。凡是摊上官司的，只要给足银子，哪怕是杀人放火，杨开光也能把案子给压下来。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，更过分的是城中能出水的2口井也被他控制了，百姓们若想吃水，只能花高价购买。听完杨县令的事，太子良久才开口。杨县令那边暂且不要管，回头姑自会收拾他，先查清楚那些失踪孩子们的去向。说到这里，他扭头看向萧西西。男人每到一个地方，城中就有10个小女孩莫名消失，而且年龄全都在8到12岁。孩子的父母去县衙报官，县令不仅不管，还命令衙役将他们全给打走。然而乔装打扮来到此地的太子，得知了城中丢失小孩的事情，便让手下去打探丢失孩子的生辰八字。他要借助萧西西玄门弟子的身份，掐算出那些孩子的去向。直到下午，聂长平才回到驿站，将一张写满了生辰八字和人名的纸放到萧西西面前。他一目十行地扫过面前的生辰八字，闭上眼睛，开始默默在心里掐算。阴冷、饥饿、恐慌、无助，无数负面情绪汹涌而来，压得萧西西身体颤抖，靠在了太子身上。好一会才从那些负面情绪中缓过神来，轻声道：那些孩子被关在一个很黑的地方，没有窗户，四周非常的阴冷，那个地方距离我们3里远。太子立即安排聂长平去搜查。当聂长平带着侍卫们匆匆离开后，萧楠带着杏儿来到太子房间，向太子汇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原来昨天杏儿被表叔打晕，迈进县衙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被关在县衙的地牢里，而在那个地方还关着10几个与杏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子，其中只有少部分是被卖进去的，大部分都是被拐骗来的。太子立刻就想起了最近城里丢失孩子的事情。那你昨天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衙役从牢房里选了4个孩子出来，说是要让我们伺候一位老道士。老道士？
希尔将事情经过仔细的回忆了一遍。原来老道士是杨县令请来的座上宾，据说是要帮助太子举办求雨仪式。杨县令对那位老道士非常尊敬，便挑选了4个女孩子服侍。老道士中途说是要给希尔摸骨算命，而手却到处乱摸，吓得希尔推了他一下。旁边的嬷嬷给了希尔一耳光，便让衙役送他回牢中。趁着中途衙役不注意，希尔从后门跑了出来，后来便被聂长平给救了下来。你知道那个老道士的来历吗？希尔摇了摇头，他顿了顿，像是又想起了什么。我听那个老道士好像是从玄门来的。当听到玄门的时候，太子下意识地看了看正在熟睡的萧西西，因为他也是从玄门来的。就在太子思索玄门为何插手求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听到楼下传来了一阵吵闹声。萧南立即出门查看情况，片刻后回到屋内，神情变得紧张。少爷，楼下来了很多衙役，其中有几个是今早想抢馅儿，反被属下打跑的人。希尔听到来的是衙役，身体颤抖了起来。他知道衙役应该是来抓他的，一旦被抓回去，10有8九是活不成了。很快，那群衙役冲到了客房门口，其中一个鼻青脸肿的衙役指着萧南大喊：“今早就是他打了我们！”他这一嗓子把正在睡觉的萧西西给惊醒，迷迷瞪瞪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跟你没关系，继续睡你的。萧西西闭上眼睛，心安理得又睡了过去。一个捕头模样的人站了出来，趾高气扬地说道：“你们好大的狗胆！不仅抢了县令买回来的丫头，还打了县衙的官差，真是活腻了！太吵了！死到临头还装什么装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屋里的人全都带回县衙大刑伺候！”说着，衙役们气势汹汹地冲进屋里，萧南和3个侍卫立刻冲了上去。不过3两下的功夫，刚才还凶神恶煞的衙役就被打趴在地上。他们没想到对方实力竟然这么强，10几个人被4个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衙役们不敢再胡乱叫嚣，慌忙爬起来，狼狈地逃走。客栈掌柜在衙役走后就找了上来：“2位客官，我们店今天就要闭门歇业了，能否请你们移步其他客栈？”聂长平听到这话非常的不爽，他作为小郡王，到哪不是被人哄着供着，何曾有过这种被人轰走的经历？刚要准备张口破口大骂，太子就打断了他：“把账结了，我们走。”既然太子已经开了金口，聂长平纵使再怎么不满，也只能闭嘴。等掌柜走后，聂长平忍不住小声抱怨：“殿下何必理会？不过只是一个小小客栈而已，只要您一句话，随时都能把它买下来。”太子没有理会聂长平的话，因为他理解客栈老板是怕引火烧身，尤其他们刚才打了衙役，县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也许很快就会再次打上门来。现在他们人手有限，还不是硬碰硬的时候，要在衙役赶来之前离开这里。太子吩咐聂长平去准备马车，接着走向呼呼大睡的萧西西。殿下你可真讨厌，这里不能住了，我们要换到别的地方。萧西西没问理由，下床跟着太子往楼下走去。此时聂长平准备的马车已在楼下等待，萧西西跟着太子乘坐同一辆马车。由于城里很多人都知道，一群外地人打了官差，各个客栈怕惹麻烦，见到这群外地人来了，都推说客房已满，不愿让他们入住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寻了个废弃多年的院子落脚。萧西西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面前的破房子，叹了口气：“你叹什么气？这屋子今晚很可能会被一把火给烧了。”你又算到了什么？其实不用我算，太子殿下应该也能猜到，咱们打了县衙的人，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他们很快就会找过来，找到我们之后大概不会正面硬碰硬，只要一把火便能把咱们困死这里。太子环顾四周，这破地方因为干旱，野草都已经枯萎，若真的用火烧，这破房子很快就被烧塌，到时候屋里一个人都跑不掉。转头对聂长平交代了几句，聂长平听完后嘿嘿一笑：“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办。”聂长平带着2个侍卫走后，希尔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少爷，这院子还要收拾吗？”自然是要收拾的。希尔终于等来了干活的机会，拿着简陋的扫帚，把所有的屋子都扫了个干干净净。在他们走后没多久，整个客栈都被衙役团团围住。客栈掌柜慌忙迎上去：“进典史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？”典史是衙门里专门掌管缉捕刑狱之事的杂官，属于不入流的末等小官，但在这个偏远小地方，他却有着莫大的权力，寻常百姓见了他都是战战兢兢的。此时的金典史心情非常糟糕，原来杨县令让他去把希尔抓回来，结果他派出去的人非但没把希尔抓回来，反倒还被人给揍了。杨县令当着众人的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害得他在同僚面前丢尽了颜面，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这群外地人抓起来，狠狠地毒打。今天是不是有一伙外地人住在你们店里？掌柜被吓得浑身哆嗦，说话都有些磕巴。是的，但是他们已经走了。金典史不信他的话，吩咐手下拿着刀枪棍棒，直奔太子的客房。衙役们将客栈翻了个底朝天，未能找到这群外地人的踪迹。金典史这才不得不信了掌柜的说辞。你知道那群外地人去了哪吗？掌柜的摇摇头。金典史杀气腾腾地往外走去，命令手底下的人地毯式的搜索，直到半夜，衙役们才找到了这群外地人的行踪。狗东西，总算让老子找到他们了，咱们去扒了他们的皮。捕头慌忙地提醒道：“这群人身手很厉害，不如直接放一把火，
经典史虽然脾气很大，但并非没有脑子，觉得捕头说的话很有道理。不错呀，这主意很好。这一把火放出去，也让所有人都看看，胆敢跟咱们衙门作对是个什么下场。在经典史的指挥下，衙役们往院子四周放了很多柴禾。萧南听到动静，来到太子房间。殿下，院子外面被县衙的人堆满了柴禾，他们还带了火把，看样子是想放火烧房。不用管他们，